啊，為什麼要放？今天要走25.690。對，為什麼要放？第7天的清晨，空氣涼涼的，連續幾天的細雨終於停了下來，天空放晴，讓人心情也跟着輕鬆許多。今天是最後的25.69公里，從帕德龍出發，走向朝聖之路的終點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。沿途經過阿丁墓園，百年橄欖樹靜靜矗立在濕潤的土地上，昨夜的雨水還留在樹葉上閃着光。保持着穩定的步伐一路向北，涼爽的氣候讓行走變得格外舒服。前方的小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原來裡面有朝聖者章可以蓋。開始啊，走。朝聖之路大多是車少的小路，但偶爾也會走到大馬路旁，甚至穿過大型停車場。離開市區後，又重新回到傳統的朝聖路線，跟着熟悉的黃色箭頭前進。途中遇見昨天看過的小小朝聖者，他今天也正邁向聖地亞哥。沿路的房舍常見架高的谷倉，這是加利西亞地區的傳統建築，像是旅途中不斷出現的文化符號。陽光灑落，步伐也變得更輕快。昨天洗的襪子沒乾，只好掛在背包上吹風，成為旅途中最自然的風景。來到維拉爾的噴泉與洗衣場，這是一處歷史地標。路旁堆疊的石頭象徵放下負擔，祈求願望或悼念故人，這是朝聖者共同的心靈儀式。接着是一段沿着鐵道平行前進的路段，視野開闊，相當好走。走着走着，18世紀中後期建造的埃斯克拉維圖德教堂出現在眼前。這座大教堂不僅因其宗教意義著名，還因其豐富的歷史、傳說和朝聖文化而聞名。教堂內部設有精緻的鍍金祭壇和聖母瑪利亞雕像。教堂內有專屬人員為朝聖者蓋印朝聖者章。藍天白雲像是在替我們加油，一馬平川的道路讓人走得格外輕鬆。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理由踏上這條路，但此刻大家的目標一致，拋棄腦中的雜念，放下心中的負擔，內心平靜地走向聖地亞哥。路邊撿到一顆成熟到裂開的栗子，這是大自然的饋贈，更像是老天爺的小禮物。沿路風景無敵，讓人忍不住放慢腳步欣賞。又遇到一個蠟印章攤位，充滿儀式感。你還是要脫鞋啊？天氣越來越熱，實在按捺不住了，於是把2節褲的褲管拆掉，瞬間變成涼爽的短褲。途中遇到一隻親人的貓咪，大家忍不住停下來陪它玩，耽擱了不少時間。沿路也看到不少騎士騎着單車飛馳而過，展現了一種朝聖方式。接着又遇到羊咩咩，仿佛這段路特別喜歡用可愛的動物來療癒旅人。在咖啡廳休息時，特別喝了西班牙知名的1906啤酒，沒想到休息期間外頭竟然下過雨，還好我們剛好躲過，算是旅途中的小幸運。前方一位小姐姐的隨身喇叭播放着熱情的音樂，讓整條朝聖路都活潑了起來。進入山區後氣溫驟降，越走越冷，大夥趕緊把外套穿上。路況變化多端，時而泥地，時而是塊路。看到一棵倒臥的尤加利樹，順手摘幾片葉子聞聞那獨特的香氣。再次進入小鎮，有些朝聖者選擇進店休息，我們則繼續前行。路上遇到一位穿着很酷的大叔，熱心地向我們介紹橡實的用途，像是旅途中意外的文化小課堂。看到一座看似荒廢的洗衣廠，沒想到按下水龍頭竟然還有水流出，頗讓人驚喜的。越靠近終點，短途朝聖者越來越多。雖然朝聖之路不限距離，但要領取證書至少要走滿100公里。開個朝聖者餐。在培德日村旅館前的臨時休息站吃午餐，菜色不多，但足以補充體力。蓋完章後繼續上路，果然後面就再也沒有休息站了。最後一天的氣氛明顯不同，大家的心情都輕鬆許多，步伐穩健，心境平和，像是心靈被洗滌過一般。許多年輕人也加入這段路，用音樂與笑聲為旅程增添活力。
準備進入市區時，竟然遇到一頭驢子，提醒大家要小心它的繩子，避免被它衝撞。穿過 AG56高速公路下方，離終點又更近一步。新聞曾報道這段錄音野火受損，但我們抵達時已經完全撲滅。看到指示牌顯示只剩3.718公里，心情瞬間雀躍。突然面對左轉1.7公里、右轉2.3公里的選擇，疲累的大夥當然是走短的那條。好啊。市區花團錦簇，景象熱鬧。進入老城的土庫區後，完全不需要看地圖，只要跟着背着大背包的人群走，就一定會到。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終於出現在眼前。對朝聖者而言，走到這裡不只是完成一段旅程，更像是一場心靈的淨化。每一步、每滴汗、每場雨、每個笑容，都在這一刻化為最深刻的記憶。